大家好，我是阿峰，今天要带大家看一桩震撼武林、惊动佛门的特大新闻。少林寺方向释永信正式被中国官方证实涉嫌多项刑事犯罪，已经被逐出佛门。说得夸张吗？不，这是真实世界的达摩不渡，是袈裟底下藏了整个资本帝国的现代奇谈。在这里我要插一句，其实我是很喜欢到寺庙去的。另外，我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已经非常喜欢看一些佛教的经典，十几岁就去了很多的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寺庙去参拜，跟一些和尚、大尼姑，就是那种住持的那种一个南海普陀山普陀寺大尼姑，我也见过，也看了很多的佛教的一些书经典。我对里面是有一种，我对佛教是有一种爱好的，也看了佛教的很多经典，也了解了他们的一些梦，菩萨、罗汉、佛这些，他们写的一些小册子。我也去过西安的法华寺，放释迦牟尼的指骨的舍利的寺我也去过啊。应该说我去了很多的寺庙，我的确知道是有不少和尚他不是真的是和尚，他是有家庭的，他下了班就回家的。我自己可能年少的时候，应该说距离现在有30多年了。我到一些寺庙的时候，是尼姑啊，他们晚上的时候，他可以请我尼姑，可以请我去他的那个房间的。当然，我去到门口我就没进去了，我就走掉了啊。我知道是有这么回事。另外，根据我跟一些和尚聊天，我发现有一些著名的寺庙里面，它是很多同性恋的存在，甚至跟我讲的这个人，他说他在一些寺庙里面待不下去，就是因为方丈喜欢他。少林寺讲起来我也有点渊源，大概在我小学1、2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放少林寺，同学之间或者社会上面就有一个少林梦，很多小孩子都跑到少林寺上面去学武术了。我大概是82年的时候，上个世纪81年、82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很小，有一波小孩就上去了。但是释永信，我查过一下资料，他是大概80年的时候，少林寺这个电影出来，他是刚刚前一年进去了，79年的时候进去的，等于说他不是后来那一帮少林梦进去，他刚进去的时候，少林寺是很苦的，当时少林寺只剩下10几个老和尚，苟延残喘，他上去的时候吃了很多苦的。后来因为一个电影把少林寺捧起来了，才飞升国际。所以说他刚刚上去的时候，他的心还是非常善的。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在18、19岁，大概是93年、94年，大概这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兜里面积攒了一些钱，就想上少林寺去学武术。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少林寺那一边打过去，我说我希望过来学武术。那一边是一个人，应该是一个教练，他接了我的电话，我就跟他详细了解了一下当时少林寺的一些情况。原来少林寺自从少林寺这个电影出来之后，就很多人上来学武术。那么在少林寺脚下就出现了上千家武馆，可能更多武馆，很多的武馆。但是这些人他是不上山，山上这个庙是和尚修行、打坐还有拜佛的地方，这里是没人练，就没有人在这边学功练功。你如果去少林寺这一边练功，都是在少林寺脚下的一些武馆来练功。最出名的、最大的一家呢，叫做塔沟武馆。这些塔沟武馆常年都有3万人在里面练，不同年龄的在里面练。中国出访国外的时候，他有一个武僧团，他们就来自塔沟武馆里面的精选出来的一些武术人员，把他们的头剃光了，到全世界去表演。有的也在少林寺里面表演，但是他晚上要离开的。当然你要看表演，你肯定要付钱的，也是少林寺的一个资金的来源。当时我就问那个教练，我说教练，你看我18、19岁了，我上来的时候学什么功夫？他对我说，你上来学，我很记得他说你年纪比较稍微年长了，你上来的时候去学跆拳道，
我心里面想，怎么我来少林寺应该学正宗的中国功夫的，怎么教我跆拳道是韩国的东西？我就有点纳闷了。我说能不能学散打？他说看看你过来再说。我一看，当时大概是93年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学费，大概要1万块钱左右。那个时候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后来我又想了一下，到底学完之后能够做什么？只能够在一些电影里面当替身，那是很危险的。你看成龙那些替身，李连杰那些替身经常死人的。我知道李连杰有一个替身是死掉了，有些在其他电影里面的从3楼爆炸跳下来就死掉也有，所以太危险了。后来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我那个时候那一次很详细的跟那位教练问了一下，我就了解了一些的相对真实的一些情况。总而言之我们这位施永信的方丈是少林寺的方丈，他在这一次的时候不仅被爆出包养女学生，还育有私生子，跟多名女性长期发生不正当关系，还涉嫌挪用资金、侵占市场。还有人说他企图带着34人的集团潜逃到美国，场面堪比古装剧当中的反派大逃亡。根据中国官方的最新公告，河南嵩山少林寺住持施永信因为违反佛教戒律，这里我要插一句，中国其实你现在去一些中国稍微新一点的寺庙啊，我曾经最近就去过一个寺庙叫做宝莲寺，它的香炉上面它直接就写着这个寺产，这个寺庙这个寺产是属于哪一位大和尚，他直接写上去了。所以还有我听一些佛教人士说，有一些寺庙是连锁的，如果你当地你希望开一个寺庙，你要联系某一个大和尚，这个大和尚就派他的手下的分一些和尚过来，香炉怎么做，佛像怎么做，他都统一的，他给你建议的。当然你建的时候，这是当地为了搞旅游的时候搞的一个东西，但是你要和尚进去管理。还有说这个大和尚也很有钱的，因为这些香火钱全部归他的，当地政府跟他合资怎么分成。但问题是你这个寺庙搞好之后，当地的法律它一般平时公检法是不太管寺庙里面的东西，因为尽量形式上要给他们一些自由，只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些大和尚会给一些钱管理部门的一些头把他们搞定就 OK 了，其他时间香火钱什么人员管理什么维修这些全部都是大和尚他们去管理。等于说这个有一个大和尚的手上面他有几个庙，其实他是非常富有的。如果他要娶老婆娶几个，从经济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另外根据报道，施永信还涉嫌挪用资金、侵占市场，更有人说他企图带着这34个人的集团潜逃美国。根据中国官方的这个公告，河南嵩山少林寺住持施永信，他除了跟多名女性发生有不正当关系并育有子女之外，还涉嫌挪用项目资金、侵占市场，已经被中国佛教协会注销戒牒，正式逐出佛门。什么叫戒牒？简单说就是出家人的身份证被注销了，就等于回归俗世啦，你回归自己家庭了，从此不再能够以僧人的身份活动。这样我想起香港的有一个很离谱的一个女僧人，她是一个寺庙，香港寺庙的一个女主持叫释智定，跟另外一个寺庙的男和尚结婚了，但是你很难管他的，一般是大家谴责一下，但是当时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啊，这个事情闹得太大了。那个释智定女尼姑，她下班穿黑丝袜，开豪车回到香港的一个很高尚的一个豪宅里面住，别墅里面住，非常的豪华，每天也不念经也不打禅，回到寺庙就下午3点钟回寺庙，回去之后就睡下午觉，基本都没有从事佛教的仪式。但是很多都是这样子，你也没有办法去监管它。最厉害的就是逐出佛教协会，
香港当时世智慧出来这件事之后，后来就是因为世智慧的这位女士，她自己贪污了几百万，被香港的警方逮捕了，好像坐了5年，取消了香港，做完之后还要取消她香港的居民的身份，逐她回内地的，取消她僧人身份。当然这是大的，但是有很多小的没有这么轰动，没有报道出来的，其实下面就很多是不太好的事情。网上也有一些，我们看到有一些僧人与僧人之间因为小事打起来了，这些也看得出来，在寺庙里面也不是一片净土，反而还有很多藏污纳垢的地方。总而言之，这件事不是释永信这个事不是第一次传出来，早在2015年就有少林寺的内部弟子联名实名举报释永信6根不净，1根独大。大家脑补一下什么叫1根独大，列出了72项证据，包含海外账户、资产转移等，但这一次的官方说查无实证。这里插一句，很多信仰佛教的人，他为了比如说他到了晚年的时候重病了，他就想积点功德，怎么办？他就把一生当中大部分的钱财捐给寺庙，往往他就可能就捐跟那个寺庙的主持联系一下，很可能就2个人在房间里面这样说一下话，可能到最后这个大和尚收完钱之后就给他一个发票，但是这个发票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他不入账的，那么这个钱到底去了哪里？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一些，当然不是全部，有很多大和尚到老的时候他很多钱的，包括很多的字画，很多名贵字画，这些都是那些善信捐给他的，希望以此来积德，希望自己的病好长寿一点等等，有这么一个信仰，这叫供养。另外我们能够看到上一次去查释永信的时候，官方对他有私生子的这个说法，就说官方说查无实证，还替私生子解析成为收养，说这个小孩子不是他的，是他收养的，他是孤儿，他善心去助养他收养他，这样子帮他洗白。说白了，那个时候是有人护着他。这位佛门中人其实一点都不佛，他的俗名他在家里面的名字叫做刘应成，来头不小，是中共第9至12届人大代表，还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少林寺，16岁拜师，22岁掌权，38年来把少林寺变成了现代化的集团。怎么个现代法呢？光是少林这个品牌名下，释永信曾经控制了18家企业，让我想起来了周星驰的少林足球这个电影一直都不能在中国大陆上映，他损失了几个亿。据说少林这个字，少林2个字侵犯了品牌所有人的权利，那么就是少林寺的品牌，他把少林这2个字你能想到的各种品牌都注册下来了，少林的各种的变体，把少林变成孝林等等，他都注册下来了。所以你这么大的一个名头，周星驰做的电影的拍的这个少林足球一直都不能在中国大陆上映，因为这是少林寺的版权。总而言之，释永信曾经控制了18家企业，据说年收入超过2亿人民币，袈裟价值16万元，开豪车住豪宅，还有保镖随行。让我想起了台湾的有一位很搞笑的一个尼姑，是费玉清跟那个张飞的姐姐，叫费金玲，好像叫做，她的袈裟也是几十万，但当然她是台币，几十万上百万的也有的袈裟，那些袈裟都是经过很多道工序，上面是金丝各种的工艺，还有材料也是非常豪华，才能够使一件袈裟就16万甚至上百万台币这样子。当然释永信这个袈裟是16万人民币。另外据说海外的房产跟资产传闻高达30亿美元，有网友讽刺他是少林 CEO， 甚至还试图呢让少林寺股票上市，让佛门子弟变成股东，这还是我们认识的禅宗发源地吗？这件事情曝光出来之后，网络上面流传了一份据称是公安通报，指释永信试图带7名
情妇、21名私生子跟6名工作人员，共34人，乘搭 MU583 飞机潜逃美国洛杉矶，结果在上海浦东机场被拦截。警方随后否认了这一份通报的真实性，但承认正在配合调查。网友解读为潜逃是假，被查是真。还有网友流出情妇极乐照、私生子照片在社群疯传，甚至有人评论这孩子不太像他，皮肤太白了。这些目前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但整个事件已经足够戏剧化，简直堪称一部现代版的达摩祖师断案记。这不是第一次爆出丑闻了，早在2015年，少林寺内部7名僧人就联合举报释永信涉嫌非法敛财、私生活混乱、转移财产等问题，提交了72项的证据。当时的结论是经济问题证据不足，私生女是收养的，于是他全身而退。现在再看，网友们纷纷喊话，是不是当年高层有人保他呢？我记得大概在99年到2000年左右，中国的很多的企业的老板出来的时候，都会带一个很年轻的、很性感的女孩子出来啊。那如果你没有女孩子跟着出来，你是很没有面子。当大家一起去酒会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去，当时的风气是这样子，要带一个女孩子，很漂亮的女孩子，越漂亮越好，你才有面子。当然那个时候大家官与官之间就互相的保护，官相护，就尽量维持这个和平。下面的人有投诉、有举报啊，就把它压下去，然后大家嘻嘻哈哈的维持一个和平就 OK 了。这是当时的风气。所以当时释永信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之后，就很快被压下去了。而今时不同往日，中国佛教协会这一次直接拔除了他的身份，官方不再护航，代表着他真的完蛋了。我自己还有一个想法是什么？我记得是郑州还是哪里，我一直想不起来了。是有一个地区，由于政府一时拿不出钱，他们就向这个寺庙去借了2个亿，就暂时腾挪一下资金。你看寺庙这么有钱，现在可能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地方可能财政真的是枯竭了，他们就去查，刚刚好大家这个都说你释永信有这么多的黑钱，你 K 回来的，你要把它拿出来，所以大家现在就去查完之后大家以前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和珅的时候，和珅倒家境保，是吧？现在查倒一个释永信之后，几个亿出来了，这个公务员有些钱，还有那个地方债，这些都可以缓解一下了。所以现在今时就不同往日了。那么这件事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我们可以预测几个可能的走向。司法追诉恐怕不轻，从挪用资金到骗取捐款，再到多名女性的关系，如果官方铁了心要查的话，可能会开箱式清算他过去38年的操作。少林寺的另外一点就是少林寺的形象会重创，这不只是个人丑闻，而是整个佛教品牌的崩盘。对于信徒来说，心灵的圣地被当成是资本的工具，怎么不伤心呢？第3点是中国佛教进入了寒冬期，过度的商业化和道德崩坏将引发对整个宗教体系的质疑，未来官方或者会更加严控宗教活动和资金流动。我们常常说的宗教是人类的良心，是安顿心灵的归宿，但一旦宗教和权力、财富结盟，失控就是迟早的事情。当袈裟不再是修行的象征，而是掩盖利益的工具，那么神圣也会变成世俗甚至肮脏的。释永信从微博网红、MBA、方丈、商业巨鳄一路走到如今的阶下囚，警示我们无论在哪个行业，贪婪跟假象终究藏不住。最后我们用4句古诗来总结今天这个事件：佛门清净应修心，贪恋红尘迷道真，荣华富贵皆过眼，因果循环报不仁。最后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还会相信少林寺吗？佛教未来该怎么样自救？也别忘了点赞、订阅、加入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让我们一起揭开
光鲜背后的真相，点击视频下方的感谢按钮，支持我们持续发声。我是阿峰，我们下回见。